长官，毒龙在电厂里翻了几天，不仅没有找到密室，他还装神弄鬼，惊动了发电厂的人。公安局的人都已经入住了。蠢货！这个毒龙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密室一定就在电厂里，仙人掌的情报不会有错。看来只能问崔胜文了。崔胜文？怎么问？那可是崔家的电厂。我就不信找不到这个密室。怎么了？睡不着觉吗？到底怎么了？今天下午吴四来过，说有个人在他门口放了一封信，让我交给你。什么信啊？你拿来试试。为什么不拆啊？我也要想要。怎么没有字？盛文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明天下午6点，崔家密室见，麻雀。麻雀，终于露面了。那你去吗？这是一个猫抓老鼠的游戏，我这是猫，当然应该去。那我陪你去，这样也应该有个照应。不用，你还是在家看好山口俊一，我担心麻雀会声东击西。还是那句话，一旦有危险，立刻杀掉山口俊一，迅速撤离。我现在还不想吃饭。怎么，没胃口？你怎么？看，这是从成都专门给你买的，幸亏没请示。哎，衣服湿着呢。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是不是因为今天没从窗户翻进来，不适应了？讨厌！快把衣服换下来，别着凉了。我让妈热下鸡汤去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吃过了也得吃。
妈有事儿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儿还用商量？弄得我好紧张啊！好事儿，好事儿你们定了就完了，不用跟我商量。妈要跟你商量，商量咱们俩结婚的事儿。好事，大好事。那你还愣着干嘛？你不愿意啊？不是不愿意，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三弟，虽然你表演得很逼真，但是我还是不会相信你。而且我知道这肯定是你大哥的主意，他是想考验我，对吧？猜不上吧？大嫂，大嫂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大哥已经从后门离开了。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你可以问你家别墅的守门人。曹操，小孩儿。曹操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大嫂，你叫谁大嫂？你不能再喝了。你大嫂已经死了。我觉得你不该爱上干我们这行的人。你怎么来了？爹是不是在休息啊？我怕打扰到他，所以你不是来看他的。店长密室的钥匙是不是还在爹的房间里？你想干嘛？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应该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以前你炸死我，心灰意冷，现在你突然又活过来了，还让我成天提心吊胆。我到底欠你们男人什么了？能不能不要再这么折磨我？现在爹和孩子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绝对不允许你们再伤害他。小安，谢谢你。如果你不是来看爹的，你就走吧。这件事情你必须帮我。你到底要干嘛？我们好不容易过上安静的生活，不想成天提心吊胆，我们只想安安稳稳的过个日子，可以吗？对不起。对不起这种话说100遍有用吗？我只能告诉你，如果我不完成我的使命，我活着就是行尸走肉，而且还会牵连到你们，而你们都是我的亲人，我不想你们任何一个受到伤害。钥匙就在爹的卧室，不过他换了新的保险箱了。谢谢。爹，没看见我摆在外面的信号吗？最近家里不安生，你这样贸然回来，为什么呀？爹，我有急事相求。起来说话。
坐吧。爹，我想问您借把钥匙。家里的东西你随便拿，电厂的想都别想。我是担心电厂遭人破坏。你的担心已经晚了，电厂已经被人破坏一次了。不过这种事情，我绝不允许再发生第二次。我就是担心第二次的破坏会比第一次还要惨烈。那我会请公安局来保卫电厂。爹，有些话我不便向您明说，我告诉您，就是因为我不想瞒着您。这里边的凶险，远不是您可以想象的。凶险？哼，你太小看你爹了。我亲眼见着蒋介石独揽江山，最终功亏一篑。我眼看着日本鬼子横行中国，最终是一败涂地。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每次朝代更迭都意味着无数的牺牲，有多少老百姓生离死别、流离失所。可是你爹，经历了这么多时代变迁，我还活着，而且我还护着这个家，护着你的妻儿。你说，你爹我经历的凶险还少吗？现在是新中国了，只要我们于心无愧，我们就能坦坦荡荡的活着，从从容容的去面对。你的所作所为啊，多少有点一厢情愿，透着一股成熟的幼稚。自古以来，凡成大事者，皆以勇志为先。爹，孩儿错了。错了就改嘛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爹，这次我是真的需要您的帮助，我需要电厂地下密室的钥匙。你就是在这跪上3天3夜，我也不可能把钥匙给你，因为我心里很清楚，钥匙一旦落在你的手里，你的风险就会增加很多。可是我不想再让你冒险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密室里除了电厂的资料，就是我过去曾经投资的水厂和春江大桥的资料和图纸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你何必为他大动干戈呢？可是爹，好了，今天不要在家吃饭了，去看看孩子和香涵吧。没时间了。我知道电厂密室的钥匙只有您这里有，而且那里除了防盗门之外，没有任何其他的进口。如果在今天下午6点之前我不拿到钥匙，我担心他们会破坏发电机组。发电机组？这帮狗特务真是猖狂至极。你还知道什么情况？爹，说来话长，但是眼下确实是情势危急。我需要您把电厂地下密室的钥匙交给我。如果情况真像你说的那么凶险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找陆凯呢？他有人有枪，可你是赤手空拳、单枪匹马，仅凭一己的赤胆忠心，那是要耽误大事的。爹，我们有我们的纪律，而且对方是我的冤家对头。那我就更不能给你了。爹，我不想再遭受一次失去儿子的痛苦。爹，对不起。孩儿虽然以前都很失败，但是我毕竟是个中国军人。您还记得您以前怎么训诫孩儿的吗？倭寇不出，师不还家。您对孩儿的训诫就像精神的阳光，牢牢地刻在孩儿的心里。
告诉你，今天向我挑战的，就是我苦苦追寻多年的日本间谍麻雀。此话当真，绝无假话。日本鬼子的阴魂还在，还在。那好的，你去吧。钥匙就在你刚才跪着的地毯下面。保险柜的密码是你的生日，我不希望把它改成你的忌日。哎，老爷，该喝药了。陈毅啊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现在是新社会，不许再叫老爷了。老爷这是怎么了？哎，我说大姐啊，大半夜的你不让人睡觉，安的什么心啊？这黑不隆咚的厂房里想找什么呀？你到底找什么？叫我什么？大姐啊。大姐，你还把我叫老啊你？找你来当然是有好事儿了，这么多话。哎呦，有好事你能想着我呀？你不早叫陆科长来了？工作时间不许瞎扯。哎，好。哎，不过我有2个秘密，你想不想听啊？什么秘密啊？第一个呢，是陆科长他喜欢你。你说什么呢？哇！不过你怎么知道他喜欢我？哎呦，现在谁看不出来他喜欢你啊？哎，别动手啊！第2个秘密呢？还有个秘密啊，你也喜欢他。你，哎，工作。好，工作。
工作。不是你干嘛呢？神神叨叨的。你看，什么东西啊？这就是你们说的鬼。上次你跟小徐在电厂值班的时候，不是跟周局长汇报说看见鬼了吗？合着你大半夜不让我睡觉，就是为了让我扮张天师陪你捉鬼哈？怎么着，你还不乐意了？乐意，非常乐意。以后有这种好事啊，你都叫着我点儿。就是不知道陆科长会不会批准。你哎，别动手啊！看来真鬼现身了。包超，走。站住！别动！怎么是你啊？我还想问你呢。我刚刚明明看见有个人影过去，怎么就不见了呢？我也是跟黑儿过来的。谁？出来！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！真是奇了怪了，明明声音就是从这儿传来的，怎么就没有人呢？奇怪。你听，这哭声好像从这儿传出来的。总算找到你了。哪儿来的什么女鬼叫啊？其实，就是空气通过这些孔洞摩擦发出的声音。而且这种地下的真空管道起到了音箱扬声的效果，故而声音就被放大了。的确是人工的。你再看那个螺丝钉，似乎是有人新拧上去的，而且这个螺丝钉和原本的钉孔是不匹配的。
显然是有人情急之下给摁上去的。看来这件事儿不只是装神弄鬼这么简单。对。我说特派员老弟呀，这二叔到底搞的什么鬼把戏呀？这大姑娘都快上轿了，我这耳朵眼在哪儿还没摸着呢。眼看着惊蛰计划的行动就要到期了，你我却带着弟兄们在这坐冷板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？这到底谁说不是呢？不瞒你说，再这么闲下去，我都得闲出病来了。闲着？我看老弟今晚没少走动吧？哼，这是什么意思嘛？别动，老弟，我这枪可不讲什么兄弟交情。您看看您这靴子上的泥，说说吧，干什么去了？陈将军果然好眼力，只可惜，兄弟我原本将心向明月，无奈陈兄在梦中啊。我陈世明就是一介武夫，把话说明白了。作为蒋委员长和毛局长钦点的特派员，我曹某人能够甘心被二叔抢了功而无动于衷吗？难道你……没错，俗话说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为了探究二叔的行踪，我刚才就是夜探二叔的驻地去了。可惜他狡兔三窟，我绕着黑龙山转了大半圈都没有看见他的影子。妈的，这小娘们还真不简单呢！陈将军要是对我还不信任，大可让人来搜来查。哎呀，曹老弟，咱哥俩都误会了。我是生二叔那王八蛋的气呀！明明兄弟们摩拳擦掌想大干一场，可他偏偏每次都给咱那些娘们的任务。你说，这到时候老头子和毛局长那儿，咱们可怎么交代呀？是啊，哎呀，可惜啊，今天晚上的行动劳而无功，心中愤懑。要不陈将军留下一叙，咱们倾诉倾诉，倒倒苦水。哎呦，什么劳而无功啊！你能为弟兄们考虑，就是为我陈世明分忧啊！好，这样吧，你先歇着吧，咱哥俩有的是时间。到时候怕是向别人倒苦水的是他二叔啊！多谢将军体恤，那我就不送了。好，告辞。你歇着吧。同志们，安静一下。我们今天来呢，就是想跟大家谈一谈最近电厂闹鬼的事情。水了呢，对呀，咋闹鬼呀？大家都先安静一下，先听陆科长把话说完。所谓的闹鬼事件，昨天晚上我们的同志已经调查清楚了，纯属无稽之谈。你们听到的鬼叫，只不过是空气通过管道的小孔发出的声响，根本就不是什么鬼叫。你们都听过哨子的声音吧？那个下水管道就是被风一吹会发出哨子的声音。还有啊，不是有人说看到了白色的鬼影吗？我给大家看样东西，你们看看这是什么？啊，这上面还带个线儿呢。哎，
所谓的鬼影，只不过是有人把线穿到了白绸子上，到处乱跑而已。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有人看到的鬼影。陆科长，你的意思是有人在我们厂子里装神弄鬼？没错，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什么鬼神。你们说的鬼，只不过是你们对未知事物的一种想象。所谓的闹鬼事件，也就是有别有用心之人利用你们心里的这种想象，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同志们，现在是新社会了，大家要相信科学，相信政府，千万不要被封建迷信蒙蔽了眼睛。至于什么闹鬼事件，大家更不用怕，我们要团结一致的把背后搞鬼的人给抓出来。我们绝对不允许有装神弄鬼之人破坏我们的新生活。经过鉴定，被害人死于心脏病突发。心脏病突发，难不成他真是被活活吓死的？市医院没有被害人的病历。心脏病突发有很多种原因，可能是病理性的，也有可能是人为的。目前无法排除任何可能。在被害人身上，尤其是静脉处，有没有发现针孔？确实，我们在被害人的右手臂的静脉上发现一处针孔。你想到什么了？凶手使用的是真空注射器，将空气打入到被害人的静脉，这就是所谓的空气杀人。除了这一点，在被害人身上还有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？还有就是我们在被害人的指甲里发现不少泥土和漆质的混合物，据推测应该是被害人在发病时过于痛苦，手指抓握地面留下的。泥土和漆质的混合物，做过化验吗？什么样的泥土，什么样的漆？我们只化验出了是泥土和漆质，没有致死性，所以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。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必要的话，我们也可以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好，不客气。您请坐。哎呀，我说特派员呐，人家在山下干得热火朝天，你我却带着弟兄们在山上坐冷板凳，这二叔到底是什么意思嘛？还真拿咱们这些红薯不当干粮了。哼，什么意思呀？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吗？就是信不过咱们呢。娘的，老子得到国防部告他一状。有什么用啊？连我这个委员长钦点的特派员，他都没放在眼里，他还怕你告状啊？人家现在是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干什么事儿都是先斩后奏。国防部对他也是鞭长莫及呀。和共军正面死磕，他让我们当炮灰，用完了把我们甩在一边，成了大山里的孤魂野鬼。他奶奶的，逼急了我向共党投诚去。陈将军，你能够带着弟兄们抛家舍命，为党国尽忠，上峰都看在眼里呢。曾经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夸奖你是党国的好战士。我们目前面临的形势非常凶险，不但外有强大的共军，而且我们内部也非常不团结，相互猜疑，各行其事，这一点比共军还要厉害，还要危险。所以，作为指挥官，一定要冷静应对呀。这个二叔，我会尽快跟他摊牌，信得过就干，信不过就算。对，我算是看透了，
兵凶雄一个，将凶雄一窝。特派员不愧是党国的精英啊，几句话就说到我心里敞亮了。要是没有二叔这个屠夫啊，我们也不会吃带毛的猪。特派员，从今往后，我和弟兄们一定不折不扣，坚决服从你的指挥。陈将军真是个爽快人。论级别，我是你的上司；论年龄，你还是我的兄长。咱们已经是患难与共的兄弟了。只要能完成惊蛰计划，带领弟兄们为党国建功立业，我理当鞠躬尽瘁，不负众望。我这就向国防部发报，恳请他们迅速向我部空投军火。只要咱们有了枪支弹药，就不用听他调遣了。对。报告。进来。报告周局长，司机班的小兵今天没来上班，人也不知去向。哦，他最后出现什么时候？今天早上就没来上班。司机班长给他家去了电话，人也不在，其他人都不清楚他的下落。知道了，你去吧。是。周局，有没有可能他就是内鬼？是狐狸尾巴迟早会露出来的。那这样，我马上派人去查找他的下落。布上暗哨即可。如果他真是狐狸，恐怕这几天不会露头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现在局里敌我的态势不是很清楚，这个小兵是不是内鬼也不清楚。如果是敌人使的障眼法呢？或者是想断其遗址保全其他，这都需要搞清楚。谋定后动。是。你累吗？不累。我觉得吧，这2天发生的事情，他都不是孤立的，都是敌特设的套，在跟我们周旋。别人能看出的问题就不要讲出来了。跟了我这么久，真是枉然。电厂闹鬼，那很明显是敌特放出的烟雾弹。可问题是，他放出的这个烟雾弹，他在掩盖什么呢？这才是我真正要考虑的问题。我从来不相信巧合。我们的工作是要找出巧合背后的关系。干我们这行呢，不是被别人算计，就是得算计别人。我现在在想，我该怎么算计算计你，你才会带我去吃早饭啊？你别瞪我，列宁说过，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。那你知道斯大林说过什么吗？什么？只想着吃的女孩子会胖。我身材那么好，我胖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别找借口，你就是小气，不想请我吃。我这屋真缺一面镜子。报告。进来。这是高建华居所发生爆炸案的现场提取的脚印留痕。头儿，结果显示，这个鞋印跟咱们内部颁发的军鞋的鞋印一模一样。是内鬼，而且还是个外八字。还真是个外八字，而且鞋底不平衡，挑红清晰，
步长较短，步脚又较小，证明这个人比较年轻，而且躯干前倾，臀部后凸。你这也太神了！你就看一眼鞋印，这疑犯的情况就都知道了。对啊。哎，小徐啊，我发现你也是个外八字。我外八字怎么了？我又没犯罪。我想想啊，年轻，外八字，躯干向前，臀部后凸，真的挺像的。我觉得他也应该去做一个鞋印比对。头儿，他冤枉我，头儿，你别信他，你可不能信他。我知道。那你是相信我了？我相信证据。你脚多大？我43号。这是41号的鞋，你穿得进去吗？我这是在给你洗脱罪名，你该感谢我。谢谢。小徐，去把刘宁给我找来。是。你找他干嘛？想知道吗？想。周恩来同志说过，保密工作很重要。这是41号的鞋，你穿得进去吗？我这是在给你洗脱罪名，你该感谢我。谢谢。小徐，去把刘宁给我找来。是。你找他干嘛？想知道吗？想。周恩来同志说过，保密工作很重要。哎呦呦！刘科长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来帮你捡。哎，小兵啊，啊，你不是请假了吗？好久没见到你了。老家来了封信，说我娘病了，我一着急就回去了。这不，我才刚赶回来。哦，那你娘身体没事吧？没什么大碍，人年纪大了，难免磕磕碰碰的，静养一下就好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哟，穿新鞋啊？第一天穿吧，好新啊！局里发的那双鞋刚好磨破了，我娘做了一双新的，我就穿上了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呀，有娘的孩子幸福。你要是喜欢，回头我让我娘也给你做一双。哎，哦，不用不用，我就算了，我穿旧鞋蛮好的，合脚啊。哎哎，给我。年轻人，不要那么重的好奇心。哎，这个保密的，你不能看的啊。不过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局里啊有内鬼的。啊？不会吧？证据我已经掌握了，估计这2天就能把他抓住。哦，别跟别人讲啊，保密啊。是。好了，你快进去报道吧，我也走了。哎。目前，这是唯一的线索。把这里所有的脚印都提取出来，进行比对。是。不许放过任何一个，我要尽快得到结论。是。别动！
你是不是在找这个？小兵啊，小兵，我多希望不是你啊！我应该想到这是你们设套在试探我。其实你们怀疑我，根本就拿不出什么证据。走夜路吹口哨，你给自己壮胆啊！没有证据，我在这等你吗？你在爆炸现场留下的鞋印就是铁证，你晓得吧？鞋印？什么鞋印？任何罪犯都会在犯罪现场留下蛛丝马迹。你作案时候穿的那双鞋，我已经让虎子在你宿舍里面找到了。我教教你啊，以后做完案以后，一定要把所有的痕迹都清理干净。不过没关系，你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。不应该，不应该。好了，政策你都懂的，不用我多说的。坦白一切，我保证给你第二次做人的机会。听明白了吗？不可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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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小兵，在跑开枪了！站住！谁让你真开枪的？我是朝他头上方开的枪，没有枪伤。他不是中枪死，是中毒。中毒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就让这个人就这么离奇的就死了啊？突然的啊？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啊，像什么电厂闹鬼，包建华失踪、被劫，这不是孤立的，这都是跟那个惊蛰行动有关联的。我们可倒好，一筹莫展，丢不丢人？现在就让这个嫌犯不明不白的死在我们公安局了，你们还让不让我干这个局长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，625专案必须向纵深发展。我命令，就从这个魏小兵死入手，给我找出突破口。局长，尸检报告显示，魏小兵是中毒身亡，而毒药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断肠草，也就是马前科的钩吻。这种毒药一经入口，不出几个小时就会毒发身亡，所以魏小兵的死亡是完全吻合断肠草中毒的症状。那你觉得他是自杀还是他杀？从案发现场的情况来看，暂时还无法断定是自杀还是他杀。别人呢？大家怎么看？我个人认为啊，这个小兵不太可能是自杀，因为当时我抓他的时候，他除了惊慌，并没有表现出别的异常，而且虎子一直跟他是贴身站着的，他就算想服毒，也没有什么机会啊。局长，我同意刘宁的意见。那也就是说，有人事先给他下了毒，杀人灭口。那咱们局里还有内鬼？把最近跟魏小兵接触的人通通查一遍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。是。敌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我们进行渗透，而且还获取了有价值的情报，这不能小视。同志们，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的严峻，外部有不断作案的武装特务，而内部又有阴险狡诈的内鬼。这个内鬼要比外部的特务更加阴险，因为堡垒往往就是从内部被攻破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我们就辜负了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嘱托，玷污了我们人民卫士这个光荣的称号。局长，我向毛主席保证，我一定会找到这个内鬼。光有决心不行，还要讲究方法。
不能被敌人牵着鼻子走。报告。不是，哎呀，你进来能打个报告吗？你现在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破离奇案。我就是打了报告也没人理我呀。他有事啊？哎，你要照镜子吗？你看你那表情，眉毛都拧成一个结了。来，快笑一下，笑一下我就给你重要的线索。你是找到涂料的出处了？那还是找到案发现场装神弄鬼的人了？什么毛病啊？到底什么情况？说，给我。我说过了，你笑一笑我就给你重要的线索，不吃亏吧？周雨涵同志，我请你严肃一点。看看这个，这个是我在迪特装神弄鬼的现场发现的。螺丝钉？这个螺丝钉可厉害了。说清楚。你看啊，这个螺丝钉有8成新，可是那是一段废弃多年的旧管道，为什么会有这么新的螺丝钉安装在管道上呢？是个问题。废话，没有问题那叫问题吗？干嘛去？干嘛去？哎！周局，我到了。又来了啊！好，刘宁来了，咱们就开会。来，坐下。那就咱们几个，不等其他人啊？你还想等谁啊？我刚才来的时候，我没有看到陆凯跟小周啊，他们去哪儿了？他们是不是有新的任务啊？哎，你们怎么都不告诉我？每次都让我最后一个知道的。哎呀，看看你最后一个知道什么啊？又闹情绪了。哎呀，你看你，他们可能觉得你忙啊，他们也忙啊，不想打扰你呗。什么不想打扰我？哎，他们这是排挤革命同志啊！他们故意躲着我的。刘宁，你想多了。刘宁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还是老同志呢，干咱们这行纪律你不知道啊？真是，你管他们干什么？一天到晚的瞎想乱想的。坐下开会。周局，我坐下。老王，先说说电厂的情况。哦，情况是这样的。调查出电厂那个人的死因了。他指甲里的油漆我拿去化验过了，和电厂管道新喷的油漆是一样的。我还查出他在电厂留下的家庭地址是假的，就是这个人在电厂装神弄鬼，他应该和上次纪少辉被杀相同。我推断是迪特主动掐断了线索。找出敌人的行动目标，抓紧时间。是。今天包场啊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？抱歉，晚到了2分钟。没关系，先喝杯咖啡再说吧。等会儿，咱俩换换。
你们也太放肆了，谁让你们这么干的？还不快给曹先生换一杯干净的！特派员，你是怎么做到一眼就看出这杯咖啡有问题的呢？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你是想考我吗？如果服务员泡好了咖啡马上端上来，那么2个杯子的把儿是冲一个方向，而刚才他放下来的时候，我那杯的杯子把儿是冲我的，明显这杯咖啡被人动过。果然是个高手，眼睛太毒。我的眼睛要是不毒，就被别的毒给毒死了。总指挥，咱们可是一艘船上的乘客，你为什么处处防着我、算计我呢？我又怎么了？一个服务员腰里别一把匕首，什么意思？记住了，小子，以后要藏匕首，尽量藏在背后，藏在这儿，这块衣服显得很僵硬，傻子都看得出来。滚！特派员，我不得不佩服你，你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对手。原来你一直把我当对手啊，怪不得处处跟我设防呢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特派员，你今天这么着急叫我来，不是为了扯这些闲篇的吧？有话就直说。在这次惊蛰行动中，我可是国防部委派的军事特派员，可是你很多事情、很多行动都瞒着我，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？在这次惊蛰行动当中，我是总指挥，该做什么样的行动那是我的权利。难道你忘了行动的规矩是什么了吗？执行行动，而不过问行动。借口！你连行动的基本目标都不告诉我，你让我们怎么行动？那也是为了保密的需要啊。你们该知道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告诉你们。还是借口。知道党国为什么失败吗？他根本就不是败在共产党手里，而是败在咱们自己手里。文官贪污腐败，营私舞弊，武将打起仗来贪生怕死，搞起内斗来一套一套，生龙活虎。党国要是不失败，老天爷都不答应。特派员，您刚刚说的那些话，都够得上共产党的资格了。共产党要是愿意要我呀，我还真不介意做一次党国的叛徒。特派员，你也别生气，我确实有我的苦衷。这样吧，从今往后，任何事情我都会跟你沟通的。沟通什么？上次那个秘密武器库，我们可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打开的，你倒好，连锅端，结果便宜了共军他们。用得上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党国的军人，要为党国出力；用不着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空气。你别忘了上峰的命令，这批武器可是用来装备反共游击总队的。这是我的疏忽，我的错。陈世民他们又不是没有武器，子弹我们让国防部空投。没有弹药，他们手里的家伙还不如烧火棍儿，用空投根本就不是办法。我敢断定，再投5次、10次，照样被共军截获。我知道，可是能怎么办呀？没有弹药，惊蛰行动就要功亏一篑了。活人能让鸟憋死吗？我倒是有一个办法能解燃眉之急。什么办法？我知道一个地下军火交易市场，那儿的买家我基本上都熟，早在抗战期间就跟他们打过交道。要不，
我找他们解决子弹的问题。可是我现在手上有一个行动迫在眉睫，再说了，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经费啊。借？找谁借啊？崔胜文呢？他们家可是春城的首富啊。崔胜文，他好像对我成见很大。这样吧，特派员，你帮我周旋一下，告诉他，利息可以多给。交给我吧。崔胜文老弟虽然桀骜不驯，但是对党国的忠诚，那是有目共睹的。那就拜托特派员了。好说。只是希望总指挥今后要按游戏规则出牌，什么该做的，什么不该做的，要分清楚啊，免得耽误了惊蛰行动。三弟，看呢，多美的景色！我现在可没有闲情雅致去欣赏美景。我们现在就像是黑夜行舟，你知道吗？完全找不着方向。我看不见得吧？怎么不见得？我们明明知道麻雀就在那儿，可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它，而它呢，越来越猖狂。难道我们要一直这么坐以待毙下去吗？情况越复杂，越需要冷静。别看我们的对手瞒天过海，身份隐秘，其实他们很多行动都陆续暴露在我们的侦察视野中。你呀，有时候就是锋芒太露，要学会以逸待劳，隐藏自己的意图，以免过早惊动对手。诸葛兄，你是不是也有什么锦囊妙计啊？弟弟愿闻其详。锦囊妙计谈不上，无非就是顺势而为。你不是常说吗？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大哥今天还真有事要求你帮忙。大哥，你尽管说。惊蛰行动走到今天，虽然我们破获了一些情报，但惊蛰行动的最终目标尚未确定，还要慎重对待呀。二叔之前的那些行动都是幌子，他就是想用这些行动来掩盖惊蛰行动的真实目的。这个逻辑成立。你看啊，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武器库，却并没有发现细菌武器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再加上二叔疑神疑鬼，瞧不上那个陈世明，惹得那个陈世明是大为恼火呀。虽然他们内讧是个好事，但二叔和陈世明毕竟是个危险因素，我们必须釜底抽薪。我想了个办法，可以毒死敌特获得地下军火的渠道，这样我们就有了可趁之机。终于说到重点了，接下来呢？掌握敌特的行动命脉，形成困敌之势，这就叫做损刚易容。所以我想啊，只要我说能解决军火的问题，那我和陈世明就有了和二叔谈判的筹码了。再说了，如果我掌握了主动权，敌特行动的危害才能降到最低。诸葛兄果然高明，弟弟佩服。行了，演戏是需要道具的，大哥我又没钱，为了保密还不能动用局里的资金，这不就想起你这个崔府大少爷了？感情哥哥，你绕了这么大一圈子，还给我讲了半天《孙子兵法》，就是为了问我要钱。这是兄弟之间该办的事儿吗？你说吧，要多少？行了，算我前面没说，行吧？假戏要真唱的话，至少需要15根金条。多少？15根。有困难就算了。哎呦，没有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大财主。
老爷来电。特派员，您找我。国防部又来电了，说近期共军在沿海地区加强了防空力量，所以给我们空投军用物资的计划暂时无法完成。又是空头支票啊！把电文交给陈将军吧。是。我正在城楼，东的龙根关山的景，耳听得尘埃乱纷纷。谁？我。怎么是你啊？你要睡了？是啊，夜深人静、孤灯独饮的，不睡觉干嘛？你这么晚回来干什么？我来是想找你拿点钱。拿钱？这可真是稀罕事儿。要多少？至少15根金条。这么多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不能告诉你，尽快帮我准备吧，好吗？又是以任务的名义来掩盖见不得人的把戏。我这里只有一些日常的家用，如果你要这么多钱，只能问老爷子要了。算了，你在这等一下，我帮你去。哎，我还是自己去。爹，您怎么还不睡啊？爹，还是不该这么晚还来打搅您。行了，别说了。你这个时候来找我，肯定是有事啊。孩儿想问您借点钱。多少？15根金条。爹，您看他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这刚回来要这么多钱，也不知道干什么。孩儿往日未能尽孝，还净给您添麻烦，实在是……行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从来没有开口向我要过1分钱。我想这次你肯定是遇到什么事了。啊，拿去吧。谢谢爹。但是有句话你要记住啊：为国为民的事可以干，祸国殃民的事坚决不能干。爹，孩儿谨记您的教诲。我这个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，
不喜欢藏着掖着。此次购买军火，就是为了你我摒弃前嫌，精诚合作，咱们尽快的往惊蛰行动的纵深发展。大话谁都会说，你哪来那么多钱购买军火？特派员就是特派员啊，厉害呀！你不会拿国防部给我们的饷银来充门面吧？这我可不干。怎么可能呢？一是不能，二是不够啊！就国防部给咱们那点破军费，要买这么多弹药，那是杯水车薪呢。那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我是没钱啊，但是你别忘了，咱们这一伙里还有一个崔大公子啊，他们家可是春城的首富啊。好，特派员和野狼为党国无私奉献的精神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。接下来，我将拭目以待，看看特派员怎么样从共党的严密监管下，把子弹都买回来。没有金刚钻儿，我就不会揽这个瓷器活。我可不敢拿这一大笔钱开国际玩笑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人抓到了吗？我们接到了命令之后，就马上赶过来了。可是现场没有抓到人。有其他发现吗？从现场来看，应该离开的比较匆忙。每个房间都仔细搜过没有？正在搜查。走。我跟你们刘老板有要事相商。刘老板不是好听京戏吗？怎么改听二人转了？大鱼大肉吃惯了，也得吃点萝卜咸菜呀。您是？在下姓曹。想跟刘大当家的碰窑。你是通过哪个花舌子介绍来的？现在是共产党当道，我也金盆洗手了。以前那些营生，早就不干了。时局在变，谁会跟高鞭子结仇啊？人总得填瓜子吧。刘大当家的，可千万别跟麦帅、老铁过不去呀！
让曹掌柜耻笑了。现在是新社会了，我也要重新做人。您还是请回吧。万一要变，我全家就要被推大沟了。唉，想当初在朝为官宦，朝臣待漏五更寒，到如今夜宿在荒村院，我冷冷清清向谁言呐？你再这样为难我，我可把你举了。刘秃子，别给脸不要脸，猪鼻子插大葱，在这跟我装笑。看看我是谁。小弟拜见救命恩人。还认识我呀？莫齿难忘。放开我老婆！老婆！放开我老婆！太君，我求求你们了！孩子还小，他还得老婆，你没事吧？老婆，恩人，感谢救命之恩。快起来吧！此地危险，带上老婆孩子快走！恩人，请您留下个大名吧，我当永远铭记您的救命之恩。忠义救国军一团团长陈世民，快走！好了，起来说话吧。我就知道你刘秃子的能耐，再难的事儿，在你这儿根本就不叫事儿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这是10根金条。我要5万发步机枪子弹和1000枚美制手镣。就这么点钱，你这货要的也太多了。这可是我的全部家当了。我现在是虎壮羊群，被困在两狼山，内无粮，外无草，叛兵不到。眼见得我这老残身就难以还朝了，多多谅解吧。可是现在时局这么紧，行了，就这么着啊。事成之后还有5根金条，我一定双手奉上。恩人慢走。局长，您找我？你看，老一的密电，务必结下这批武器。您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必须要保证万无一失。老一的身份是重中之重，我们还要他唱大戏呢。是，去吧。别动，别动，不许动！下车。长官，怎么了，长官？你这车上装的什么呀？都是些日用百货、日用品。科长，全是军火。这就是你的日用品啊，小次佬，胆子不小啊，倒卖军火，长几个脑袋不怕死啊？长官饶命啊，长官！押走，拿走，走，老实点，快走！快点，下车。
没想到特派员这么精明的人也会败走麦城。那15根金条就这么打水漂了？宗智慧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嘛。我是没有什么办法了，下步该怎么办，全听你的了。果然是会说话呀。二叔，是不是从你的特遣分队调批枪支弹药，好装备陈将军的部下呀？这样我们就是一支强有力的部队，惊蛰行动不就更有保障了吗？就是，没有枪支弹药，你让我们赤手空拳的和共军拼命啊！好，这件事回去我再好好的考虑考虑。还有什么可考虑的？别忘了，惊蛰行动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。你们想干嘛？以下犯上！枪是一个军队的基本装备，该给你们的时候我自然会给你们。如果这批枪再被共党缴获，你们2个人谁担待得起啊？你也说了，这批枪可是我们惊蛰计划成败的关键。好，我们等着。没有武器，别让我们执行任何行动。守门官，走，带我送客。蚂蚱。哟，厅长啊，老周啊，来坐。这急救后叫我来，什么事儿啊？老姨发来密电，他截获了一封来自协影电台的电文，内容是任务人不堪重用，启用蚂蚱。看来美国人是按耐不住了。